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几位情感导师，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爱情需要尊重对方，同样也需要尊重自己。大家好，我是严品红。遇见爱情，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莎娜。心动不是答案，心定才是答案。大家好，我是雷鸣。心定啊，难度好高哎。大家好，我是李阳。如歌似梦的爱情在故事里，天长地久的爱情在生活中。好的，再次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田先生23岁，来自河南待业；常女士22岁，来自河南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是什么？他一天到晚管得也太宽了，总唠叨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他也太粘人了，5分钟看不到我，电话就打过来了。他现在说话也太难听了，而且还不让我看他手机，平时呢也不听我话，让干啥不干啥，我真的受不了了。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快帮我劝劝我媳妇儿吧，从结婚到现在我一直陪着她，现在我就想出去上个班，她总说让我再等等再等等，我到底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上班啊？我已经习惯了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如果看不到他，我就会心里面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就不能多理解理解我呢？都没有工作，都待业，那请问你们吃啥喝啥呀？我俩现在就是等于说是结婚了嘛，然后也有了孩子啊。你们到电班了？对，这么年轻。你俩结婚多长时间了？不到1年。哦，孩子多大呀？有1个月了。你刚出月子就来录节目了，辛苦你了呀！哎呦，你们2个人这怎么这么年轻就进展的速度这么快呢？谈恋爱谈了多久呢？谈恋爱2个月订婚，订完婚3个月领了证。哦，5个月就结婚了，然后现在结婚不到1年，孩子也出生了。哇，这今儿来这儿谁要来的呀？我让来的。咋的了？要来这儿？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一直想出去上班，我呢，然后就是想让他在家多陪陪我嘛，然后因为现在也有了孩子嘛，就是孩子嘛都是需要陪伴的嘛，就是只有母爱没有父爱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那爸爸不上班，你们家吃啥喝啥呀？花我们俩之前的积蓄。你们俩的积蓄他会花完的那一天呀？到时候再说嘛，等于说是因为嘛，我俩就是从谈恋爱到现在，我俩一直是待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之前就是我俩刚开始谈恋爱，我没有说不让他上班，是他自己愿意在家陪着我的。然后我俩到现在也1年左右了嘛，一直都是待在一起的。我已经习惯了他在我身边，就是他不在我身边，我真的感觉心里面可空，就这样。然后他现在呢，他就一直想出去上班，因为之前嘛，就是我俩刚就是订完婚，他之前他出去了有个10天左右嘛，当时我就是已经是生理性的依赖他了，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一直跟他闹，让他回来。前后将近1年了，从谈恋爱到现在都基本没有工作过，就我中间出去就是10天半个月左右，他就会让我打电话给叫回来，然后叫了2次，他后面就说快到孕晚期了，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一直在家陪着他，这都一直陪到现在，还不让我出去工作。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一离开家就要离开好几天那样的工作？对，一般就是1周或者半个月左右。那咱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比如说，就是那种的离家近点，就每天早晨出去上班，晚上下班回家，这样的工作行吗，姑娘？我觉得可以呀，但是呢，他嫌工资低。刚开始在老家也找了，差不多也就1个月2800到3500的样子，3500根本就是不够养活我们3个人的日常开销。但你原来的那个工作月收入有多少？1万左右吧。有那不少呢。那个你能确保就说半个月就能回来一次是吗？可以。回来一次能待多长时间呀？1周到15天左右，就是你干完之后就可以回来，想再去就可以去，不想去就在家可以一直歇着，这样他也不让去。不是的，老师，你听我解释嘛，因为之前嘛，我在孕早期的时候，就是他有朋友喊他，就是让他出去干2天活嘛，我就觉得这2天可干可不干呀，他就一直说想出去上班呀之类的，我就一直让他不让上，就是中间嘛。
有一次他就是想出去1星期左右，当时我也是在孕期嘛，他说他想出去，我不让他出去，我俩开始吵，他还就是先斩后奏，直接出去了。然后我在家里就开始生闷气嘛，由于就是当时中间我生病了，我住院了，他当时没有及时的就是在我身边，我就感觉心里面真的就是可没有安全感。但是你给我说完，我第2天就回来了，立马回来了。我现在已经是习惯了你在我身边，你总要给我时间让我自己来消化，把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转移到孩子身上呀。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工作？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种习惯慢慢的消化好？等孩子100天嘛，3个月之后。但是他现在说的话我就不能相信了。刚开始就是从她怀孕，然后他说再等等，先等上2个月，等那个就是胎稳了之后嘛。到后面差不多2个月过去了，我说我要出去工作，他不让，他说这都孕中期了，然后再等等，然后等到马上孕晚期时候，然后我要出去，他说孕晚期了不要出去了，可能会有点危险嘛。然后他不让我出去，这又一等，这都等到1年了，他还不让我出去。现在我就是离不开他，因为嘛，我俩现在在一起，他说话态度就可不好，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可没有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到底是为啥呢？就是心里面可在乎他，我就是因为在乎他，我才会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想让他陪着我。说白了，你害怕他出去打工会喜欢上别人，还是会抛弃你和孩子？我就是担心他跟其他女生就是聊天呀之类的。你有发现过类似的事儿吗？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学打招呼笑眯眯的，当时我也在身边嘛，我看见了，我就真的很生气。但是我就是正常打了一个招呼，我又并没有什么说抛媚眼、说暧昧的话。那你跟他笑什么？你跟他笑什么？那打招呼，我要黑个脸跟他打招呼吗？那你过后你给我解释了吗？这些事情你给我解释了没有？还有现在手机都不让我看，我一看你的手机都给我扔开。是最早时候我的手机你随时都是可以看，但是我的手机只要一响，你每次都要第一时间去拿到我的手机。但是你有发现什么吗？没有，1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你还翻我手机，我总会有一个烦的阶段。姑娘，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他跟别人怎么样呢？他越不让我看他手机，我就心里面觉得他越有事情瞒着我。可是你看了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吗？但是男生肯定是要管的呀，男生不管他只会越来的越放肆呀，越来的越肆无忌惮。但是有没有可能你管是好事儿，但是你管的紧了就不是好事了，你管的是太紧了。那我咋不管别人呢？你看这我就跟他说不通。我感觉他也没有完全在乎女生的角度来着想啊，而且他说话就是态度可不好。你看就像之前嘛，我俩去医院采检嘛，医生给我开了就是检查单子嘛，他都不让我检查，我真的感觉他可抠可小气。咱们2个去医院之前说好的，那去那个医院是要做一个免费的糖筛，咱们就去把那一个免费的项目做了，然后付费的项目去其他医院比较好的医院去做，咱们2个都沟通好了，然后到那个医院之后，医生给你开了5个单子，你都要做。你跟那个医生说这些单子我不做，那其他病人他都在看着我了，你让我咋想啊？我的面子在哪放？他又不是不让你做产检，是要给你换一个更好的医院做产检。姑娘，这道理你咋不明白呢？他当时对我说话态度就可不好嘛，他根本都没有说好好的来跟我沟通。你是不是觉得他婚前婚后变化让你心里不舒服？对呀，就是刚开始嘛，谈恋爱嘛，他对我情绪价值给我提供的可满嘛，就那种情话之类的说的可好听了。就是之前嘛有次嘛，我俩在开车出去玩嘛，然后我看到了，我就问他，我说是宝马车比较好还是说奔驰车比较好？他当时就回了是有我最好，就是提供的情绪价值可好。现在呢，我跟他说什么事情，他就说就可敷衍。就像前几天嘛，他买彩票，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奖，他就直接回怼我，你管那么多干嘛？他就这样。那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你管我没有那么宽，现在是我干嘛你都要管，5分钟你看不到我，你就要给我打电话。他现在是非常疑神疑鬼吗？就是对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啊之类，包括你的行踪，他都会很紧张是吗？差不多，晚上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打台球，他就一直跟着我俩，就是可以说24小时形影不离。上个厕所他都要在门口等着我。他对你的朋友有筛选吗？比如说哪些朋友？这倒没有，但是他就是很粘人，不管干嘛他都要24小时跟着我。那这你还有啥不放心的？那你看老师，你听我讲啊，那他身边的朋友都还没有结婚呢，因为我俩结婚比较早嘛，他跟他的朋友出去玩呀，肯定会慢慢的变坏呀。我俩现在也已经结婚了，有孩子了，我俩是奔着是要过日子的想法是一直走下去的，我肯定要管他呀。提前给你老公预设了一个人设吗？就是这人他一定要变坏，所以我才管。对，他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最开始之前就是他也不管我这么多，就是我俩就是
正常交流就是很舒适。就是现在他管我太多了，就感觉不管哪烦了是吗？对，就很别扭。他要看你手机，你就不给他，能发生什么？我就不给你，冷战、生气、吵架。他在生活上对你的要求和管束多吗？对我生活上管束的还是比较严的。就有一次我在厕所出来，刚从厕所出来，在老家，就农村老家，我听到孩子在哭，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想的是过去把孩子抱起来，给他哄好，不让他哭。但是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他就是这样弯着腰在看孩子，看着他哭，他不管，然后我就过去第一时间把他抱起来，我都已经抱到手里边了。他跟我说你洗手了没有？我突然想起来我忘洗手了，但是我已经抱起来了，我不可能说放下，把孩子放下再去洗手。我想的是就是把孩子抱起来哄好之后不哭了，我再去洗手，让我干嘛都行。但是他不行。那我只是让你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呀。那你洗个手能耽误多长时间？你能洗1个小时、2个小时吗？他最多耽误哭个20秒、30秒。那孩子哭还能锻炼他的肺活量呢。但是他在那哭，你为什么不哄他？我就是看你洗没洗手，我就看你卫生习惯有没有做好。是不是你对于这个卫生要求挺高的呀，姑娘？对，就是我有点小洁癖。你还对他有啥不满意的地方？他就是可不领情，因为他有胃病，我托我朋友在那边就是带着中药嘛，我熬好给他，他还不领情，我感觉他就是在无理取闹。不是我不领情，是我都半年没有吃过胃药了，我的胃病基本已经稳定了，就没有什么说再发过。从你老家那边给我弄点胃药过来，我啥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熬好了到我面前，你说让我喝点，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你们那边的就是特色，吃的喝的玩的，你有给我带点吗？你有让我吃上喝上吗？你那边的药反而让我喝上了。那你完全你可以好好跟我沟通，好好给我讲呀。给你讲不通，你都不听话，给你说也没用，对牛弹琴。你看嘛，老师，他都一点他都不理解我。姑娘，你跟他认识之前，你有工作吗？有呀。那你为啥辞了呀？就是当时嘛，就是我不让他干了，他1个月2000，我不让他干了，就从那会儿我也不干了，就我俩就是裸辞，就是没有工作。是你先让人家把工作辞了的是吗？对。所以人家现在不让你出去工作了呀？当时我跟你讲，是他让我把工作辞了，然后之后呢，我俩当时也是订完婚了嘛。他说我俩就是出去旅行嘛，去云南玩吧，旅游吧。我说行呀，然后就到现在了，就一直没有上班。就是他1个月2000，就是每天检查卫生还要扣你几十块钱，1个月到手也就700、800，这个工作是没法干，所以我才让他辞了的。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们2个人的积蓄还能够耗几天？2、3个月差不多。所以今儿来是不是就一个目的，要出去工作？对，是的，就这一个想法是吧？就让他同意你出去工作，你目的就达到了。是你要来节目的吗？我让来的。为啥你主动要来呢？你的目的是啥呀？我就是想让他，就是第一点就是让他在家多陪陪我嘛，然后让我把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转移到孩子身上。就是我之所以不让他出去上班，就是因为我没有上班，我没有了个人的圈子，我没有事情可做，我总要找点事情做呀。然后就是还因为孩子。就是他在前3个月是最不好带的，我总觉得，即使他爸妈在家帮忙带，但是老一辈人嘛，他们带孩子的观念和咱们年轻人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说你来的目的是啥？我来的目的就是让他就是在家多陪陪我，就是陪到你孩子百天儿。对，哦，好，那男生你的目的呢？我的目的就是想出去工作，尽快出去工作，就是提高一下我们一家3口的生活质量。坚决不能待到百天是吗？也不是不能，就是他说的话我就是一点都不可信，就是一拖再拖。所以今儿就找个方法，能够确认百天他能够出去工作就行，是不是？咱这问题就解决了，是吗？是的，也可以尽快就是出去工作。我听他这意思，最好是下个礼拜就去。对，马上或者离开录影棚就能去工作。对，就是他在家管得太宽了，他不自在，我也不自在。接下来我们问问吴先生和刘女士，你俩说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其实我是比较能理解女生刚生完，然后情绪可能起伏比较大，然后需要男生，然后孩子也需要父亲。但是说可能是管得太严了，因为如果说没有工作，孩子以后怎么办？还有就是如果你们2个人每天都在家里见面，矛盾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也不利于你们2个人以后感情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女生可能比较敏感吧，而且这样管着男生的话，我觉得男生也会觉得女生不信任他，也会烦。那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来，于老师，你们2个人很显然了解不够，尤其是妻子，你对丈夫没有基本的信任呐。在你的思维当中，男人一定是会变坏的。我们这个社会一定是好男人多呀。好男人是靠爱出来的。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你就把他牢牢地绑在身边，你管得了他的人，也管不住他的心啊。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除了阳春白雪，还有柴米油盐呢。你的丈夫想出去工作，我认为这就是个男人对家的担当。我甚至认为，等到条件成熟，老人又在帮你们，你都应该出去工作。爱情这个点很重要，婚姻这个点很重要，工作这个点同样重要，还有社交。他现在连社交的权利都没有了，你管到最后已经让他窒息了，再窒息下去，他只有逃离了，你明白吗？我今天故意用高嗓门想唤醒你，因为你现在对婚姻、对生活的认知出了偏差，明白吗？看似今天是女生说不让自己丈夫出去工作，多陪一陪自己。其实最初丈夫也是让他辞了工作，你也辞了工作，为了两个人就依偎在一起。就你俩是一类人，都是在面临困难或者是面临挑战和辛劳中，都是缩在壳里的人。其实一样，今天这个丈夫说一定要出去工作，30%是因为快没积蓄了，70%是受不了你的管控。男孩是不是啊？是。你们是想摆烂，就两人抱着一起沉沦。其实我还觉得挺心酸的，你们还生了个孩子，根本现在不是去不去工作的问题，是你们俩要想清楚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是什么。你俩挺不负责的，就住在父母那儿，其实就是啃老，有口饭吃就得了。咱不能稍微振奋一点吗？你一个月可以挣1万哦，你也年纪轻轻的，对不对？有那功夫管你老公，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未来的生活，管好孩子，规划一下自己什么时候重回职场，这是生而为人更有乐趣、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活法。你攥着他，不是担心他在外边怎么样，他都不出门，他怎么可能有异性？你攥着他就像攥着一个救命稻草一样，让你觉得你还有价值。我听起来挺可悲的。男生，我觉得我支持你，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赶紧出去工作。7尺男儿待在家里荒1年，荒什么呢？有你爸妈给看着孩子，媳妇儿这么年轻，赶紧去赚钱，赶紧回归社会生活，赶紧去工作。好，女生，你只有放他去工作，你们俩才能把日子越过越好，你俩的感情才能越来越深，你才能真正抓住这个男人的心。我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听懂啊，但是我这是一个就是站在第三方角度，一个非常认真的、非常用了我的心的一个建议。要我说，就一句话，进程太快了。你俩就一开始谈恋爱新鲜，觉得好玩儿，这个也把工作辞了，那个也不去工作了，就是恨不得每天腻在一起，觉得哎呦我的天呐，谈恋爱多好玩啊，多有意思啊！刚开始你侬我侬的，但是你不能拿着你们谈恋爱的那个状态再来过渡你们的婚姻吧。你们现在不是在谈恋爱，不是在过家家了，是已经为人父母了。所以我说你们的进程快到你们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我们在干嘛，我们怎么谈着谈着恋爱就成父母了呢？自己都还是2个孩子没长大呢，就要开始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姑娘，你不要拿着那个我太依赖你了，我太爱你了，你把他捆在你的身边，你捆不住的。他真的想跑，他真的想出去工作，你能看得住吗？我今天说买张票我走了，我招呼都不跟你打，最后你把他逼成这样了，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能管得住吗？你口口声声说男人是需要管的，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这个理论。他是个人，甭管是男人女人，我们2个人是夫妻，凭什么有一个人要管一个人呢？我们是平等的，稍微用脑子。所以我真的是着急你们那个刚出生的宝宝，就这样这日子怎么过？这个男人天天想的，满脑子想的就是跑，他心里哪有你和孩子？他哪有父亲的责任？刚才品红老师说给他70%、30%，那都说多了，他100%只想逃离你，我够了跟你。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男生现在可以先在家附近找一个工作，从朝9晚5开始，
然后慢慢的去做一些你以前挣的工资高的那些工作。就是你得先让自己去接受你是父亲的这个角色，你不能完全脱离，哪怕挣得少，但是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先去干，然后让他慢慢接受，你也陪他走过他产后现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这是一个比较理智的，或者说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方法，而不是我啪一走了之。那个小常，你是生活当中你看见周围的谁，就是结了婚之后就特别的乱七八糟？我经常看短视频嘛，短视频里面我就知道是这仨字儿。哎，孩子，我问一下，你是觉得生活当中，但凡结了婚的，不管是谁，张三李四嫁给了王二麻子，这王二麻子就一定得外头有点什么事儿，是吗？我就这么觉得。你看我们这里坐着2个男人，我们有没有变坏？不是，我们也有心无力了。人家说不知道。于老师，咱俩什么岁数了？咱俩加一块儿，人家说不知道，我又没跟你们俩过日子。是这样啊，咱得坚信自己嫁的是个好人，才能跟他一块儿生一娃吧。你因为一个短视频不知道是谁，那个录短视频的人贵姓你都不知道，你看完了之后，你就坚定的认为你选的这个人，你愿意跟他一块儿结婚一块儿生娃的这个人，这辈子他就好不了。你告诉我你这么做对不对？不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认定他好不了是你不对，你告诉我谁改改？你呀，首先呢，你挺疼他的，你挺疼他的，你已经在他眼里不当好人很久了，就包括看见你什么女同学打个招呼，你为什么要跟他笑？你在你老婆眼里不当好人已经很久了。哎，我问一下，明天你就出去工作，会发生什么？你告诉我。他一个人在家生闷气。你特在乎是吗？对。你爱他吗？爱。听见了吗，小常？因为他爱你，所以你在家发脾气，他一定会特别伤心。那是因为他爱你，你要用他对你的爱要挟他不去工作，剥夺他宪法给予他的权利吗？我没有剥夺他，就是他让他他明天能去工作吗？你没有剥夺他。不能。谁剥夺了他？告诉我，谁剥夺了他？是我剥夺的他。哦，讲理吗？那我俩是一家子，有啥理可讲的呀？我感觉我对的，他就是应该是对的呀。所以应该让一定要拿他对你的爱来要挟他不许工作，对吧？我没有。他喜欢上别的女人，这事儿合逻辑吗？因为我爱我妻子，我妻子因为拿着他知道我爱他，就拿着这爱天天在家发脾气，不许我工作。这个时候，我爱上别人这事儿合理吗？不合理。不讲理的人，我支持你丈夫跟你不讲理，明儿就工作去，对错我们都看见了，明儿工作去吧，挣了钱回来给老婆就完了。我最直观的感受啊，你拼命的想把他留在家，他拼命的想要出去工作，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都不是你们想要的，你们没有那么迫切的想要成为父母，不是在一个特别想要当爸爸妈妈的年纪拥有了一个孩子，所以你在这一刻并没有全心全意的去关注一个孩子该怎么成长。你包括刚才你用了一些话，什么0到3个月是最难养的，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断章取义拿来的这些所谓的养育知识，这绝对是断章取义。姑娘，确实现在我们生存的这个网络时代，包括我们每个人手里拿的这个手机，让我们和这个世界链接得更快了。别人的故事就像发生在我眼前我身边一样，然后我们就会透过一个小小的屏幕，觉得我们感官超载，信息过载，觉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些糟糕的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你不知道网络时代带给你的后面还有一个词，叫做你会拥有信息茧房。因为你在这条短视频当中停留的时间过长，大数据会根据你停留的时间过长判断你喜欢这一类的内容，于是它推送给你的所有内容都是一边倒。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婚姻，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幸福的婚姻该是什么样子，因为你不关注，所以它没有推给你。所以这世界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片面的，也不是因为你阅读了大量的短视频，你就可以判断一类人，给他轻易的贴上标签。
如果在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准备好去当妈妈，但是你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角色之后，你们两个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在你们这个角色之下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把我们自己脑海当中从我到我们有一个结盟。就如果说让一个一家三口之家能够正常朝前运转的话，它必须得有粮草吧，做一个分工，再做一个结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家庭往前推送下去。你锁不住他的，你锁住了他精神早飞了，他就一心想往外跑。但如果他赚了粮草就想回来给你养育这个家的话，那他在精神上是离不开你的。所以努力的让自己成为这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和妈妈，做自己这个角色该做的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来不及去判断你们是不是每一次滚动进下一个角色太快了，我们已经来不及回头去做这个判断了。那么就走到哪一步咱们就说哪一步的话，这对于年轻的你们来讲看不了那么长远，就把眼前这点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了。因为你们是好的父母，孩子才会有好的人生底色。你俩估计也听懵了，坐那儿歇会儿好不好？想想我们说的话。来，请我们两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吴先生21岁，来自四川，课程顾问；刘女士21岁，来自四川，实习业务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对方的缺点是什么？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喜欢把他喜欢的东西强加在我的身上，而且体力真的太差了，每次出去玩都跟不上我的节奏，就知道一个劲儿抱怨，我真的好心累啊。我女朋友太双标了，自己做不到事情总要求我做到，而且总不分场合的对我发脾气，很多时候她还自作主张，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你今天来的问题是什么？她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今天来是想知道我到底错哪了。我们都谈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他依旧不懂我的心呢？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一个问说我到底错哪儿了，一个问你咋还不懂我的心呢？谈了这么多年了，谈了多少年了呀？3年多了吧。你说说那个你希望他懂你啥？我感觉我给他说了很多，包括表达了我的想法，他老是觉得你这想法不对，你得按照我的想法来。就比如说礼物那件事情嘛，就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那个相册，还有一些手写的东西。那这礼物有啥不好的呀？你等我说完。还有一个皇冠，我当时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啊，因为它用不上。然后就是在事后的时候跟他说，可不可以就不要送我摆件或者手工制品？我有那个照片可以看一下吗？来，我们看看这礼物是啥样呢？这个就是一张贺卡嘛，是我自己用那个 DIY 制作的嘛，因为当时他是第1次生日，然后当时又是刚好过生嘛，就给他送了一个皇冠，定制的贺卡嘛，它是每一页翻的，翻完之后我就让他拿那个手机扫一个二维码嘛，扫了码之后他就会出来一个我对他说的话，然后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就我觉得这礼物没什么不好的呀，但是他就觉得不喜欢，他觉得这些没有意义啊。但我觉得这些真的有啥不好的呀？那个小人儿，2个小人儿也是你对，那个小人就是那是上面一个灯泡，有一个就是当时可以当一个挂件放在床前呀，那些可以看一下的。哦，这很有新意呀。这真得自己一点一点做。对呀，这立体书真的很麻烦的呀。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摆件，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因为我喜欢能用上的，比如说口红或者衣服。他的这个用心你能体会到吗？就是他要去把每一张照片挑出来，甚至要洗出来，还要去翻到那些照片他是什么时间拍的，还要去找那些照片当时拍的时候说了什么话，要一点一点去贴。
我能感受到，但是我是喜欢实用的东西。他生日你送他什么？我送他的鞋、手表，他也感觉他也挺喜欢的，他也一直穿着的。还有那个皮带也是我送的，也是他说他不喜欢物质的东西，那我送的也是这些东西，他也挺喜欢的。我看他一直都穿着。但是我觉得他送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生日的时候送了双球鞋，但是他就给我光一个冷冰冰的球鞋，上面也没有生日祝福呀，连什么话都没有，就直接甩了我个礼物，我感觉他就没有心呀。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哪怕给我送一张贺卡，你自己亲手写的，都比我收到这双球鞋开心。对，我觉得他没有给我情绪价值啊。我也不是说非要做这些东西才能体现我爱你，我有纪念意义。比如说你平时穿着这个，看着这个，你想的是我纪念日送给你的，这不也有纪念意义吗？为什么非要说有手工东西才是有纪念意义呢？但我就觉得你没有用心呀。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才叫用心？哎，我问一下啊，就是那既然都知道对方想要啥了，咱就按照对方的心意送呗。后面我也送了他，比如说他喜欢那些金戒指啊，我平常也买给他了呀。但是我觉得纪念日这东西就是要送一些。你觉得你送了吗？我送了呀。送了高兴了吗？这回他送东西他甩脸色送的，比如说我给他说我喜欢这个，你能不能送我这个嘛？然后因为他每次送东西都送不到我心坎上，我就直接给他表达能不能送我这个东西，而且那东西也不贵，然后他就每次就这样送了就感觉很甩脸色的送给我，很不高兴一样。所以你们送礼物不是为了让对方开心，而是满足自己送礼物的那个开心的心情啊。他送礼物不该就是我精心给他准备的一些小惊喜。送礼物要看对方的什么心情，对呀，他不能指定向我要礼物呀，不能说指定我喜欢这个礼物，下次什么时候你送我这个礼物，我觉得这变味了呀。咱不送了行吗？那也不行啊。异口同声说不行，也不行。行，知道了，两个人都是你得按照我觉得去觉得。礼物这事儿呢有矛盾。这就是男生说他不知道他错哪儿了，女生说这么多年你咋还不懂我呢，对吧？就这事儿上，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这3年，还有什么地方会觉得说，磨合的不是特别好的？我觉得他的脾气很大，很喜欢莫名其妙的给我发脾气啊。比如呢？比如说有一次出去旅行嘛，然后呢恰好就碰见了我一个高中的一个同学，就邀请我们就一起玩。我想的是这么久没见了，就同意了，比较一起玩。但是他当场就跟我发脾气。首先是我俩先约定好了，商量好我们约会的行程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出去。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行程的第一件事，你遇到你朋友好，给你一句叫你出去跟他们一起玩，你马上就你又没考虑我的感受，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感受呢？但我觉得你这样在外面大吼大叫，根本就毫不顾及我的面子呀！你就是那个没习惯一样，你答应你同学的时候，你也没有尊重人家的面子。对呀。你也没想过我呀？这我承认，但是我觉得他不能来一个更大的错误来。你怎么承认的还理直气壮的呢？那你是不是先错了呀？因为我觉得他不能来一个更大的错误去对我的错误呀。我觉得他这个错误更大呀。那你先犯了错，凭啥我不能再犯一个错呢？那姑娘现在跟你叫的就是这个劲儿啊。他还有什么脾气大的？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在外面这样吼我呀！我觉得你回去会跟我好好说，我能知道了，我下次就不会再这样做了呀。他经常在外面吼你吗？对呀，而且之前在网吧的时候也是，就是他实习嘛，下班了，然后来找我，然后呢，我当时正在打游戏嘛，他不知道是对我说了几句话是怎么样，因为男生戴上耳机打游戏，真的就听不到你们旁边人说话呀。然后呢，他就可能觉得我没有理他，然后呢就直接对我大吼，说什么你要是不想让我来，你不要让我来。因为住了包间嘛，他直接把那个门摔了就走了。我就觉得这为什么又会这么生气呢？我给你说，那天是我下班了很累，我想着我们好久没见了，我过来见你一下。我也没有说你在网吧里打游戏，我也没有介意这件事情。我说我来找你没关系，我陪着你一起。我当时进来了，瞟我一眼，继续打游戏，什么话都不跟我说。你哪怕说一句宝贝你来了吗？然后你继续打游戏，我觉得没关系，我在那儿坐着，我跟你说我今天上班很累，我先点饭吃。但我跟你说了呀，你来了呀，我问了你的呀。你根本就没问我，你直接就看了我一眼就开始打游戏。但是我也不知道后面你对我说了些什么呀。我觉得你如果发现你说话我没有听到的话，你拍我几下，我把耳机取下来就听你说话不就行了吗？我当时是看着你当时玩游戏的那个时候，你是死了，你是可以摘下耳机跟我说一句话。我要给队友爆点呀。队友还没死呀，我虽然死了，但是队友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我有让你跟我说1分钟的话吗？我就让你说一句话，你来了吗？你来了，那你就坐着等我一会儿，或者我现在打游戏不方便跟你说话。但是你就不能好好说吗？你就不能好好说吗？是你先不听我说话的呀！你为什么哎呦，这是辩论赛吗？是他先不听我说话，然后他还觉得他自己挺有理的。那个片子里面还说什么女生说男生跟不上我的体力。出去玩都跟不上我的步伐是啥意思？那个是他真的，我就是扁平足嘛，就是我不能长时间的那种站和走路嘛，就是比如说
之前跟他在一起的时那候，你站在这一会儿一起之前，行吗？我现在被他训练的能坚持，说明有用。对呀、这不挺好吗？有用。但是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能站1-2个小时，不能说作为一个特种兵旅行啊，他就一天玩3个城市，谁家好人受得了啊？从上午我们从广州出发，广州坐那个大巴坐2个小时到深圳，到了深圳之后又坐那个大巴去那个出境线嘛，又坐两个小时多去了香港。香港到了之后，我要立马那个脚不停蹄的去那个摩天轮，摩天轮又排了队，排了1个小时多的站着排队。我玩完摩天轮之后，我们又赶着去坐大巴回那个深圳。这才能谁受得了啊？你这个强度真的有点高，因为现在特种兵旅行在年轻人群体当中很盛行，但你们这个是魔鬼式的特种兵旅行。对呀，我就觉得真的很受不了啊！因为我就还根本就没考虑过我呀。但是我不是说让他在广州玩了再去深圳玩，深圳玩了再去香港玩，然后再回深圳玩，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头一天晚上先到那个广州住了过后，第2天早上一早就去坐大巴过去，就没有说在广州玩，就只是说从那个广州到深圳。这段路有2个小时，然后到深圳过后，我也没有让他出去玩，我只是让他说他累了嘛，他体力确实不是很好，我就让他在酒店休息了一会儿。我问他能不能走了，他说可以。好，那我们再坐大巴去香港。去香港确实是比较累，因为那边打车也比较贵嘛。但是那确实没办法，我不可能说因为他累就打个几百块钱的车。但是他在香港玩的时候一直给我甩脸色，一直觉得。一直抱怨说我安排的好满。那就下次你安排，下次你安排。他不安排，不喜欢旅行啊，他根本就不安排，什么都让我来做。他不做攻略让我来做，我做的不满意，他就在抱怨。我都没听出来哪儿累了，不就去了个摩天轮吗？而且我也没有让他说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都玩，我只是说到这个城市先让他休息，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因为广州直接到香港，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个行程啊，我只能说看到广州到深圳才能到香港，所以我只能说必须让他去深圳换乘再去香港。不讲了，就是总之玩不到一起去啊。然后还说他特别双标是啥意思呀？他平常喜欢找我报销一些美甲嘛，然后呢奶茶嘛，虽然每个月报销的不多，但是有一次嘛，我就是想看一下他态度呗。我当时想买一个手机嘛，就找他报销200块钱，他都直接不给我报销，他还生气了。因为我觉得是情侣之间报销是一种情绪，也不是说非要跟那种价值扯上关系。我每个月找你报销那种奶茶或者美甲，可能1个月就100多块钱嘛。然后我也每次给你说是宝贝能不能请我喝杯奶茶，或者宝贝能不能给我报销。你当时怎么说的？你说你给我报销嘛，你直接给我报销嘛。你当时那个语气就觉得是我应该给你报销一样，而不是说就是撒娇那种，你是觉得我应该给你报销这个钱？那我觉得我这个语气对的呀。你这个语气没问题吗？你给我报销嘛？本来就没问题啊。你给我报销嘛？这个语气没问题吗？我每次都跟你说是真想找你报销呀，我只是想看你态度呀。你看态度，你没有拿出你的态度，为什么要拿我的态度啊？现在都是男孩跟女孩要态度了哈。对，哎，这时代是进步了。那个你俩对未来有啥规划吗？比如说你们俩想过结婚的事儿吗？想过。我们是准备等他毕业的时候见家长。哦，见家长。他现在是实习嘛。哦，现在俩人还都有这个坚定的信心吗？我感觉他要不改的话就不太好说。今天谁要来的？是我要来。你要解决的问题是我觉得我跟他说了他的错误，但是他老是意识不到，然后还把他的想法强加在我身上。男生有什么想要达到？就我觉得他很双标呀，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他那里就可以，在我这就不行呀。那你想让他怎么改呢？而且我想让他把那个双标的那个性质改一改，还有他那个在外控制不住脾气的性质改一改就行了呀。因为我觉得你在外你多少还顾及点我的面子呀。如果今天2个人都没有调整，也不想改的话，你们还会继续往下走吗？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这样下去迟早也会分手啊。我们一起来问一问今天同样来求助的田先生和常女士啊，你们俩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就挺欣赏那个女生说什么特种兵旅游或者送礼物之类的，送礼物就是要送到心坎上，喜欢的东西。哦。然后就特种兵旅游就今天就玩这个，就一下子玩好多地方，就是看看这里那逛逛那里，就是打个卡拍个照就走了，就换下一个地方。
就我也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哦，就是他可能是扁平足，就是体力受不了。哦，就是也是个人原因，我就是比较喜欢特种兵旅游。所以你能理解到他的那个点是吧？对。那常女士，你觉得这样的旅游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哎呀你看，这就找对人，玩到一起是去了。对，那你看他们俩这吵架，觉得有意思吗？就是我感觉就是有一点我挺不支持女生的，就是男生就是好心好意，就是给你做了一些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就是礼物之类的。就是我感觉这些是用金钱来衡量不到的东西，过个几年之后你再看到这些东西会很怀念，它能帮你记住就是你俩当时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觉得这些挺好的呀。不是，你看这人的需求真不一样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啊。来，于老师，如果两个人说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那就会爱不到一起。女生刚才口口声声说男生这个错那个错，你感觉自己有错吗？我感觉我的错没有他的大。其实你们两个人的错都很相近，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明显的特质，都是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男生，你认为我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我自己都已经被感动了，为什么感动不了你呢？因为我们的年龄人情世故懂。如果说朋友送给我的礼物，哪怕我再不喜欢，我也会喜笑颜开，这是对别人的尊重。你们两个人呢，您看不喜欢那就是明说，关键是他已经不喜欢一次，你还有第二次，你依然是自己感动自己，所以他会认为你是以自我为中心呢。但是呢，他为什么一意孤行？他认为我做的就是对的，我表达的就是爱，我是花了心血的。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你们认为一定要辩个是非有意义吗？女生已经有一点对这段感情没有什么信心了啊，她看不到你愿意为她做出改变。恋爱爱情有时候并不是说蛮不讲理，但并不是非要讲理。争吵的时候，我即便有道理，我先退出，并不证明我错了，证明我爱你，我珍惜你，我怕失去你。婚姻当中也是同样，爱情当中也是同样的呀。所以你们两个人，我认为那就是年轻人爱情当中出现的这一些烦恼。如果自己搞明白了，你们改是很快的。不信你们换一种方式去尝试一下。男生的这个恋爱有点像就自我陶醉式恋爱，我相信你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爱意去做的那个贺卡，但是就像姑娘说的，你真的忽略了一点，你送礼物是送给别人，你这个礼物像是送给你自己的。我能理解你很生气啊，咱俩的点点滴滴，我用了这么多心思，你居然不喜欢。你生气的原因是你觉得他不够在乎你的心。对，实话实说，他就是不够。他刚才说了一句话，我其实听着还有点刺耳，说那没有用，我不喜欢那个没有用，我喜欢实际一点的，我可以用的。我觉得女生你这么说出来这句话背后的原因是不够喜欢他，你不够在意他的这份用心。你们是特种兵也好，是什么旅行也好，我听起来都不算啥事儿。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他就是个不爱旅游，他平足，他出来跟你他都已经咬着牙了，你不能让他不爱旅游吗？所有人都得像你一样爱旅游吗？对吧？你觉得不累，不累也是这么2天倒腾这么多个城市，他觉得很累，但你只有厌烦、怪罪、埋怨，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这那，背后其实我觉得你没有那么欣赏他了。所以看似是玩不到一块儿，是吧？礼物送不到一块儿。背后我觉得更深一步思考是你们的感情已经有点那么不在一块儿，所以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毕竟这么长时间的感情了啊，还是三思而后行吧。谢谢。我们有一个惯性思维，就觉得我爱你，我想把我认为最好的都给你。这其实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就是这样的，父母在跟我们说的就是爸妈是为了你好啊。可是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的爱，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
这种爱的表达方式不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依然会把这些话默默地压在心里，不敢跟父母说。一方面是父母有他们的权威在，还有一方面是我们害怕说出来之后，爸爸妈妈会难过，会伤心。这是爱。你们都是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给到对方。比如男生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送那些东西，其实是你希望你的女朋友能为你做一本立体书，那你就告诉她呀。如果她不做，就是她的问题了，你就可以告诉她你不够爱我。那女生同样为什么执着的送男生手表啊、鞋呀什么的，那就是我就是需要这些东西。那男生就应该，当你收到了女生送你的东西，你想要的那个立体书的时候，你也会同样的回馈他想要的。你们两个人现在是拧巴的状态是，我都在表达我自己认为对的爱的方式，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对方接受的。我觉得在21岁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特别的正常。那既然要恋爱，那既然要在一起，我们就学会调整自己，对不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习得爱的方式很重要。他如果说我喜欢的礼物是一个你用10几天费心做的我们往事的点点滴滴的一本书，你会做给他吗？我会做。对呀。下回他过生日知道送什么了吗？哦，我知道。你下次过生日想要什么？我也想要实用的东西，我没有说。比如说衣服。知道人家过生日送什么了吗？知道。能谈4年哦，挺难得的。谈到4年会发生什么？谈到4年会发生，开始我们要对抗了。我们为什么要对抗？因为我们开始把对方当做一个严肃的选择了。这不是找感觉的人。谈了4年，这是可能以后要携手的人。所以现在谁也不能让着谁了。我也不会哄你开心，你也不会哄我开心。所以2个人基于安全感站在台上，起码有3次拼命的吵。你就为什么不能送这个？你就不2个人互相指对方拼命的吵，为什么？反正你也离不开我，吵呗。这就快修成正果了。就是有多少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觉得哦，原来你不爱我，我不爱你，我跟你较什么劲呢？我不想跟你把日子过长远了，我为什么在这细枝末节上跟你没完没了？因为你不是我生命当中的路人甲，我得跟你较真儿，我得跟你当回事儿啊。所以那较真儿了，当回事儿了，咱们得知道下次怎么办，然后咱们以后的日子能过得更好。你就比如说，就那个去旅游那事儿，跑到香港坐完摩天轮了，开始甩脸了，你下次遇到这事儿你怎么办？如果是他安排的话，我可能不会怎么样，但是全是我安排的话，我肯定是以我的那个感受再加上额外。能亲一口不能？啊？能亲一口不能？啊？现在吗？不是，我就说下回。现在也行，现在也行，现在也行。你不是，我是说下回啊，都是咱不管谁安排的，他就是扁平足，他就是走不动了，开始甩脸了，这时候怎么哄他？这再下去，等你们2个什么时候吵着发现，反正也离不开，要么咱们把这日子过踏实点吧，别吵了。那个时候或者就知道哦，我按照你要的给你送礼物，或者就是嗨算了，你送我的礼物我不喜欢，你是爱我的，我还是感谢的，这日子就过踏实了。我不知道刚才你们像辩论赛一样谁也不服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用余光看到台下的这5个人到底都是各自什么样的表情？其实我们都低下头，都恨不得把耳朵关上，因为你们喊什么我们都听不清了啊！真的是，就是我都不听了，后来完全都听不见。但是你们2人在那一刻，你说我们安安静静的，谁也不说话，都听不见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同时打开自己的五官跟对方输出的时候，你们能听见对方在说什么吗？每个人都想要去赢，但是有一点你们没有注意到，对方身上唯一且不可替代的东西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和你相守了3年多？他身上别的女孩不具备的唯一且不可替代的是什么？男生也一样，当你能够看到他唯一且不可替代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就真的都不重要了。为什么会有些人白头到老呢？不是他们老了吵不动了，因为他们知道适度的妥协
是通向幸福的钥匙，它会让他靠近幸福更进一步，他反而会把幸福还是不幸福更好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主动权交给对方。他可以等对方安静的时候，慢慢的讲出自己的需求，对方也能听得进去。所以年轻的爱情在现在去磨合，没有什么过错，包括你们。我觉得妥协这个词是送给两对年轻人的，妥协是智慧，它不是你在一段关系当中输和赢，而是你真正能不能够拿到最后通往幸福的那张通行证。那接下来我们两组嘉宾呢就要回到门后，然后做出你们的选择。你们两个人要出来的条件就是女生你得同意你老公出去工作。来，感谢我们两组嘉宾，先回到门后。开门揭晓答案之前，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微信去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来吧，那看一下这个夫妻俩怎么选择吧，还挺期待的。来，3、2、1，请开门。真期待他们出来。田先生和我觉得常女士出不来，我觉得那女生，你看。哎，行吧，他们这小日子随便他们过。哎呀，来吧，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想要来到爱情保卫战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就是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视频号，我们看看第二组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还可以获得专业律师的专属服务，为您的情感保驾护航。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3、2、1，请开门。这对小恋人应该出来了吧？他俩应该会出来吧？我想应该哦，来了。来。有啥想说的吗？因为我觉得吧，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理解、互相迁就嘛，互相包容嘛。他比如说他喜欢那些，那我就送他那些呗。然后呢，我喜欢那些手工立体的，他送我那些，要互相迁就对方，互相理解对方，那就好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另外，就哪怕争吵了，也学会好好说话。好，那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抱抱吧。刚才不是说要亲吗？亲吗？啊，对，刚才不是要亲吗？不亲了，不好意思了。好啦，请亮灯。你看多甜蜜，多幸福啊！谢谢你们啊，祝你们两个人爱情幸福，生活甜蜜，工作顺利，好吧？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再见，拜拜。我们下期的爱情保卫战再见。